第233章煎熬之痛。漆黑的雨夜，磅礴大雨袭击着山林，狂风携带着呜啸之声，在林中带起哗哗的声响。偶尔天空之上一声惊雷响起，轰隆隆的巨声在山峦中荡漾不息，余音萦绕。黑压压的天空之上，银蛇闪烁，哧啦的声响不断响起，刺眼的银色光芒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是将漆黑的山林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山势险峻的山崖之间，苍老的人影负手而立地站在一处尖锐的山岩之上，苍老的脸庞面无表情地盯着天空上的电闪雷鸣，略微佝偻的身子就如同是一株不老松一般，稳稳地矗立在悬崖之上，颇有几分任他雷霆暴动，我自巍然不动的淡然气势。然而若是细心观察，则是能够发现，每当老人目光瞟向不远处的那堆被碎石遮掩了洞口的山洞时，那犹如鹰爪般的手掌便是会不自觉地猛然紧缩，好片刻之后方才再度回复。老人矗立在雷电之中，并未开口说半句话，就这般沉默地仰望着天空，偶尔目光扫向山洞，不过仅仅是停留了一瞬，便是悄悄地移了开去。那小心的模样，就犹如是生怕多看了一眼便会打扰其中少年的修炼一般。漆黑的夜在雷霆交加之中缓缓度过，而那山林也是被那雷霆闪电毫不怜悯地蹂躏了一夜，待得黑夜逐渐散去，一丝黎明晨辉从东边的天际缓缓射将而出，整个山林顿时露出了那千疮百孔的凄惨模样。一轮圆日从东边天际缓缓升起，淡淡的温暖光芒洒落在大地之上，为那遭受了一夜雷电蹂躏的山林带来许些活力与朝气。矗立在山岩之上，药老微微偏头望着那缓缓升起的一轮圆日，眼角再瞟了瞟那依然安静的没有丝毫反应的山洞，袖袍下的一双手掌顿时猛然紧紧地握了起来，眼角忍不住的轻微抽搐了几下。药老深吸了一口清晨那清新的空气，努力的想要使得自己平静下来，可那盘旋在心中的一抹焦虑却始终难以让得他回复以往那般淡然。略微有些干瘦的食指轻轻地敲打着手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山洞之内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当下那本来尚还有些节奏感的敲打，顿时变得犹如此时药老的心境一般凌乱了起来。初升的太阳缓缓地行至了小半个天空，温暖的阳光此时也略微有些炽热了起来。而在这般环境之下，药老心中的急躁更是悄悄地变得浓郁了一些。再次静等了片刻，药老那敲打着手臂的食指猛然一顿，浑浊的老眼也是逐渐散发出许些凌厉的气势。显然经过一夜的等待，此时的他已经不打算再继续这般漫无目的的等下去。随着老手指的顿住，一股雄浑的强悍气息缓缓地自其体内升腾而起，雄浑气息所造成的威压直接是让的那盘旋在高空之上的几头飞行魔兽惊恐地尖叫着逃离了这个让得他们极为恐惧的地方。就在当药老准备强行进入其中一探究竟之时，安静的山洞之内终于是出现了自昨夜以来的第一次异动。轰！山洞内部一股凶悍的能量波动猛然扩散而出，旋即被山壁拦截而下，顿时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在山壁之上快速地蔓延了出来。站在山岩之上，药老望着那忽然蔓延而出的裂缝，紧绷的脸庞略微松懈了一点。既然还有着动静，那么里面的人也至少是还安全着。在先前那道能量波动传出之后不久，又是几道更加凶悍的能量波动扩散而出，在这一道道能量波动的撞击之下，那坚硬的山壁明显是已经变得有些摇摇欲坠了起来。究竟怎么回事？望着那即将崩塌的山洞，药老眉头再度紧皱了起来，有些疑惑地喃喃了一声。轰！就在药老茫然之际时，一道堪比昨夜怒雷般的炸响猛地在山洞之中响彻而起，而随着这次的能量波动袭击，那本来便已经进入崩塌状态的山洞，随着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山洞猛地朝中心位置凹陷了下去，一堆堆巨石狠狠砸落而下，转瞬间便是将山洞累积成了一个乱石岗。望着这忽然出现的一幕，药老脸庞微微一变，脚尖在山岩之上轻点，身形急忙对着崩塌的山洞处掠飞而去。然而就在当药老即将落下乱石之处时，青色的火焰
猛地自乱石之下暴涌而出，顿时那一堆堆庞大的岩石便是飞快地化为了一滩滩熔浆。脚尖轻点虚空，药老强行止住了落下的身形，将那陷入狂暴状态的青色火焰躲避开去，旋即满脸凝重与茫然地望着那漆黑的山洞之内。啊！山洞之内，一声凄厉的嘶吼声带着几分嘶哑，忽然犹如那受伤的野狼一般，大声咆哮了出来。随着这吼声的响起，一股较之先前更加恐怖的青色火焰猛然自其中席卷而出，任何抵挡在前的东西都是被这些霸道的青色火焰焚烧成了液体。果然出事了！听得那蕴含着痛楚的嘶吼声，药老的脸色霎时便是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低低地骂了一声，森白色骨灵冷火迅速覆盖身体，然后强行穿过那青色火焰，闪电般地掠进了那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山洞之中。落下地来，药老目光急忙在山洞内扫过，最后眼瞳微缩地停留在不远处那双脚跪地垂着头不断用拳头狠狠怒砸着石面的少年身体之上。此时的萧炎全身的衣服已经近乎被烧毁了大半，或许是因为先前皮肤被强化了许多的缘故，所以现在虽然看上去到处都是血痕，不过却也仅仅只是一些小伤而已。似是察觉到药老的进入，萧炎艰难地抬起头来，那张原本极为精神的脸庞此时已经是近乎完全惨白，扭曲的脸庞看上去颇为可怖，一抹刺眼的血迹在嘴角浮现，牙关紧咬间，丝丝鲜血从牙龈中渗透了出来。他身下的那块坚硬岩石此时已经被他用拳头生生地砸出了宛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缝。目光飞快地扫过萧炎那因为忍受着巨大疼痛而脸庞扭曲的萧炎，药老干枯的脸皮也是微微抽搐着。能够将自制力以及忍耐力都极为出色的萧炎逼成这副模样，难以想象那是一种何种恐怖的剧痛。放弃那该死的东西吧！望着萧炎那越来越惨白的脸色，药老心中一寒，急喝道：他没想到这焚诀在吞噬异火时竟然会造出这般让得人发疯的煎熬。没关系，我还能忍受。萧炎眼睛怒瞪着，死死地咬着牙，含糊的词语从紧绷的牙齿缝隙中传了出来，拳头再次狠狠地砸在石面之上，顿时这块巨大的岩石竟然是轰然间爆裂了开来。颤抖着满是鲜血的拳头，萧炎手掌紧紧地扣在一块岩石边缘上，略微有些锋利的岩石边将萧炎的手掌划出了一条口子，鲜血流淌而出，将那石头都是渲染成了刺眼的嫣红之色。我说够了！望着萧炎那鲜血淋漓的手掌，药老脸庞微怒，一声怒喝，脚掌重重地踏在地面之上，顿时身体猛地对着萧炎爆射而去。轰！就在药老对着萧炎暴掠而去时，那跪在地面上的萧炎身体猛然一颤，铺天盖地的青色火焰从其体内暴涌而出，然后对着药老席卷而去，凭借着庞大的数量，竟然是将药老生生地阻拦了下来。啊！青色火焰暴涌出来之时，那一缕缕火焰就如同是从萧炎的毛孔中冲击出来的一般，那种肌肉、骨骼、细胞被焚烧时所发出的剧痛，让得萧炎抱着脑袋狠狠地撞在一旁的岩石之上。不过好在那青色火焰虽然给萧炎带来的无以伦比的痛苦，不过却也还是在防护着他的身体，不然的话光是这一撞恐怕就能让得萧炎昏死过去。越来越多的青色火焰从萧炎的体内喷射而出，到的最后，萧炎竟然是变成了那活生生的喷火器一般，一眼望去颇让的人有些胆寒。青莲地心火能量实在是太强，凭萧炎斗师的实力不可能顺利将之吞噬，必须压制它。该死的，我现在能用的也只有一火，用它去救助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老练的目光扫过萧炎的情形，药老顿时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在。不过即使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可开他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当下只得急得团团转。然而就在药老有些束手无策之时，一道低低的嘶鸣声忽然在山洞之内响起。嘶鸣声落下，一道七彩影子忽然从萧炎袖子中飙射了出来，淡紫的眸子望着萧炎身体之上的青色火焰，顿时眼瞳之中莫名的光芒大涨。七彩吞天蟒
围绕着萧炎飞快地旋转了一圈，然后迫不及待地张开嘴，一股恐怖的吸力瞬间暴涌而出。随着这股吸力的牵扯，那缭绕在萧炎身体之上的青色火焰顿时被迅速地扯进了七彩吞天蟒的肚内。越来越多的青色火焰被七彩吞天蟒吞噬，而萧炎身体之上的青色火焰则是逐渐地减少了下来。再过的半晌时间，最后一缕青色火焰终于是彻彻底底地离开了身子。当最后一缕青色火焰离开身体后，萧炎身体猛然一阵剧颤，全身顿时疲软地倒了下去，躺在冰凉的石面之上。萧炎抬头望着那在头顶上方兴奋不已地来回盘旋的七彩小蛇，嘴角缓缓溢出一抹浅浅的笑容，眼眸微微颤抖着。再过的一会，视线终于是完全的黑暗了下来。